这是一所超能力学校，这里的孩子个个都有祖传超能力。两个男孩正要撩妹，没想到却被妹子冻成了冰棍。他们有的可以空中飞行，来去自如；有的会忍者分身，一人就可以顶一个啦啦队；有的比闪电侠跑得还快，以后黄袍加身，前途无量。而男主小帅也是超能人的后代，他的父亲力大无比，母亲能够高速飞行，二人合力打击罪犯，守护着城市的和平。作为地地道道的超二代，父母对他的期望还是很高的，但他至今还没发现自己有什么超能力。为了不让父母失望，在父亲上楼之前，他赶紧多装了几块铁饼，好在父亲面前假装拥有超能力的样子。父亲进来一看，果然是我儿子，以后必然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所以超人老爹决定把他送到超人高校深造学习。这时校车突然冲出断桥，你以为司机是要自杀吗？当然不是，只见校车伸出2个翅膀，然后还有几个引擎，瞬间就上了高空。原来学校就隐藏在云层之中。他们来到一间教室，入学的第一天，首先要做的就是入学测试，然后根据能力大小分为高等班和低等班。第一个上台的是这个看似瘦弱的眼镜男，只见他一声怒吼，瞬间变成了一个石头人，如同神奇四侠中的石头人一样，举个汽车那是轻轻松松的事。当然他被分到了高等班。第二个上台的是这个小黑，他的能力是融化成一滩水，老师看了半天，觉得这点水并没有什么威力，所以将他分到了低等班。后边的测试者能力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可以变出6只手，有的可以变成气球，有的可以变成可爱的小耗子，还有一个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老师都会按照每个人的能力给他们分好班级，但如果有人不服老师的分配，那就得承受老师的狮吼功。很快就轮到小帅上台了，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和老师说实话。老师一听，当时就急了，他觉得小帅在耍他，他可不相信2个顶尖超能力的父母会生出一个没有超能力的孩子，所以他立马叫了一辆汽车。好在小帅反应快，不然就成肉饼了。老师一看他没能遗传父亲的超能神秘，那一定是遗传了母亲的飞行能力，然后就是一个弹簧，瞬间将威尔弹出10米开外。这下老师终于相信他的话，在老师的狮吼功下，他被分到了低等班。低等班经常会受到高等班的嘲笑和愚弄。这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橡胶人伸出66.6米长的手，绊倒了男主小帅，手中的菜直接泼到一个长毛身上，长毛怒了，瞬间化为火人，一个火球就干过来，幸好被餐盘挡住了。随后火男弄了一个更大的火球扔了过来，吓得小帅只能躲在桌子底下，老躲着也不是办法，情急之下竟然意外唤醒了父亲力大无穷的超能力，直接将火男扔了出去。随后小帅用灭火器帮他灭了火，晚上放学回家，一不小心就把门干掉，还兴奋地跟父母报喜。第二天激活超能力的小帅从低等班换到了高等班，还和校花电磁女成了同桌。电磁女的能力就是用心灵控制电子设备，学生都这么牛，老师当然也不一般，瞧他这扩容的脑袋就知道知识多的都快装不下。另外从这几根头发也能看出来，毕竟聪明绝顶嘛。他拿起电磁女做的武器，一下就把看热闹的同学冻住了。老师走后，电磁女主动要求要当小帅的私人家教，青春期的小帅立马就同意了。这天在食堂吃饭，小帅让翠花过来一起吃，却被分身女抢占了座位。他表示低等班的学生不配跟高等班的学生一起吃饭，翠花只好尴尬地走开。放学后，小帅看到电磁女已经来到自己家，还说要给小帅补课。谁能拒绝这么漂亮的校花？小帅立马答应了。晚上小帅送电磁女回家，到家门口后，电磁女说几天后的学校舞会自己还没有舞伴，想让小帅做她的舞伴，临走还亲了小帅一下。激动的小帅把路灯都给干倒了。这天电磁女自作主张找了一帮同学来小帅家玩，他看小帅有点不高兴，便说要跟小帅单独待会儿，随后就将电磁女带到他家密室，这里存放着父母打击罪犯获得的各种战利品，然后2人就亲上了。突然一道黑影闪过，偷走了小帅家的奶娃枪，这把枪可以把成人变成婴儿。原来这一切都是电磁女精心安排的，殊不知小帅已经掉进了她的陷阱。只见电磁女摇身一变，瞬间穿上了一身战甲，原来她故意把所有超能力人都集合在一起，好一网打尽。她直接拿出偷来的奶娃枪，一枪就把超人变成了婴儿。这时候有个妹子朝她飞了过去，最终也没能逃开奶娃枪的攻击。然后在场的众人开始陆陆续续被变成婴儿，有人想逃就被电子女的同伙困住，大家无路可逃，都成了活靶子。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育婴室，好在火男发现了一个通风口，几人就这么趁乱逃走了。这时有个自发光的男人派上了用场，他浑身冒着绿光给众人照明。此时男主小帅也赶了过来，正好遇到从通风口出来的火男几人，他们要齐心协力消灭掉电磁女。几个同学一起并肩作战，大家通过完美配合，逐一击败了敌人。翠花这边，只见她双手一抬，变出无数根藤蔓，分分钟就把敌人绑了起来，还从敌人口中得知电磁女在这所漂浮在半空中的学校安装了自动坠落装置，10分钟后就会启动，到那时所有人都要被摔死。于是他们让老鼠女变成老鼠，从水管进入破坏掉坠落装置。小帅这边跟电磁女打得火热，只见他抓住电磁女的脚脖子，左右一顿抱摔，但这招显然没什么杀伤力。随后电磁女开始反击，一拳就将小帅打出屋外，直接从学校外面掉了下去。在这关键时刻，
他又觉醒了母亲的飞行能力，然后飞过来一拳将电磁女彻底打败。原来电磁女就是当年小帅父母打击的罪犯，意外的被自己研制的奶娃枪变成婴儿，如今长大成人回来复仇。这场战争彻底胜利了，众人找到大头婴儿，想让他把奶娃枪改装一下救回众人。大头婴儿说没问题，但要先给他换个纸尿裤才行。就这样，众人重新变回了大人形态。最后小帅和翠花走到了一起，更意外的是冰人和火人走到了一起。你们说他们的孩子会遗传谁的超能力呢？